江爷爷不在，宋可云算是彻底放飞自我了，快给乐宝的园区当成自己的园区了，在乐宝面前肆无忌惮的走动，还特意给乐宝叫起来，让乐宝吃点东西，不要一直睡觉，不然都要变瘦了。给乐宝投喂完，老宋头又大步走进了爱宝的园区。这时瑞宝正在吃地上新长出来的竹子。今年园区的许多地方都冒出了竹子的根，并开始从冒出来的根部长出竹子。不知道的姨姨总是以为他们是在吃草。宋可云就这样站在通道门口，呼喊着瑞宝辉宝，全然不管此时还在园区的爱宝，甚至爱宝就这样直视着宋可云。宋可云淡定自如，甚至还给自己的门关上了。江爷爷在的时候，宋可云还能收敛一下，江爷爷不在，这让宋可云体内一直被压制的叛逆心理终于释放了出来。而这时圣熙姨母也开始在通道门口喊姐妹俩了。姐妹俩今天很配合，在姨母和爷爷的呼喊下乖乖走回了家。而爱宝这2天尤为的淡定，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因为江奶爸不在，爱宝现在这也不服管教了，觉得园区除了江爷爷以外没人能管得了自己了。可怜的宋可云便只能一次又一次的来到园区，不断的尝试哄爱宝回去。爱宝则是一副让宋可云不要着急的姿态，等自己吃够了自然会回去的。爱宝总是有自己的想法，等宋可云回去后，爱宝这里也吃好了，没用宋可云喊，自己就回去了。对不想回家的宝家老宋头又出手了，不过老宋头今天出手的对象不是瑞宝和辉宝，而是爱宝。今天下班点到了，此时爱宝正和辉宝在小亭子上玩耍，瑞宝这里独自在小木床上躺着吃竹子。瑞宝此时的状态舒服的太不像话了，实在不行给瑞宝送学校去了。这时老宋头来到园区，打开房门喊瑞宝辉宝回家吃饭。此时听到门响的辉宝和爱宝也不打闹了，转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默契的很。老宋头走进园区拍了拍手，这时先被吸引过来的是小滑梯上的辉宝。辉宝走过来后没有丝毫的犹豫，看到老宋头关上了他的房门，辉宝一个急转弯就跑向了自己的通道。而这时的瑞宝此时翻了一个180度的跟头，从小床上翻了下来。瑞宝现在比辉宝都会整活了。瑞宝下床后和辉宝一样都没有过多的犹豫，都是径直走向了通道门口。老宋头看着瑞宝辉宝都回家了，爱宝这里还在犹豫，老宋头根本不给爱宝犹豫的机会。老宋头直接带着自己的诚意走到爱宝的面前，将一块清甜可口的小苹果摆在了爱宝的面前。爱宝看到后立马就走了过来，看来大熊猫的近视是选择性近视，对于胡萝卜爱宝但对于小苹果爱宝从来不近视。而这时的老宋头就蹲坐在门口看着爱宝，直到看到爱宝向自己走来，自己才走回房间。同时爱宝也走回了家，最后园区就只剩乐宝了。乐宝还在等待着老宋头会像对待爱宝一样给自己哄回家。老宋头也没让乐宝失望，老宋头站在通道门口呼喊着乐宝，表示爱宝已经在房间等乐宝了。乐宝哪能受得了老宋头的这句话，直接就从小木架上下来了。园区里一棵不起眼的蕨类植物，却是江爷爷用心挑选过的观景植物。江爷爷对其惟妙惟肖的介绍，听得其他饲养员们云里雾里的，虽然听不懂，但感觉很厉害。江爷爷说他现在这黄不拉几的样子，是因为他还没长成，只需要等到明年5月份，它们就会变得很大。江爷爷还讲到他的其中一个部位就是韩国人喜欢喝的玉竹茶，将其风干后就可以泡水喝了。但江爷爷让他们不要有这个念头。江爷爷选的植物每一颗都是江爷爷的命，当然不能给他们碰，除非它是福宝。这2天里，江爷爷又去采摘了自己农场里面的黄瓜，突然发现不管什么菜在江爷爷这里都可以像泡菜一样腌制一下，这个泡菜调料真是万能调料。除了这个，江爷爷还给自己来了一个拍黄瓜，看来拍黄瓜这道菜是没有国界的。不同的是，江爷爷拍黄瓜不是用刀，而是用棒槌。江爷爷在这次随笔中讲到，黄瓜就是自己小时候没有零食时最好的零食，在田里直接从瓜藤上摘下来，在裤子上擦一擦，然后咬上一口，这个感觉仿佛全世界都是自己的。江爷爷还表示，在韩国很多爬山的人为了方便携带以及缓解爬山时的口渴，他们会选择带上几根黄瓜，吃完就没有了，不会像水杯一样喝完水还需要继续拿着水杯前进。江爷爷表示，黄瓜的生长速度很快，前几天看还很小，想着过一阵让它再成长一下，但不知不觉中就收获迟了，黄瓜就老了。江爷爷还听朋友说过关于黄瓜的一个神奇妙用，将洗干净的黄瓜放到冰箱里冷藏，等喝完酒的第2天空腹吃上一根，还可以用来解酒。当然这一点只是江爷爷听说，而江爷爷对于黄瓜的喜欢程度已经到了连自己浴室中的香皂都是黄瓜气味的。
江爷爷表示，黄瓜是一种谦逊的植物，开的花虽然不会特别的漂亮，但那朵朵盛开的星星模样的黄花，却也能让人停下驻足。黄瓜虽然谦逊，但也想要得到认可和喜爱。老宋头这里今天在室外园区，看着小树上的亮台，又研究上了。每次老宋头眉头一皱，园区下周就会出现新的东西。而此时室内园区的瑞宝辉宝又在吵着去室外园区了。自从瑞宝辉宝能去室外园区后，爱宝这里感觉带娃真是越来越累了。以前姐妹俩没去过室外园区，还能糊弄糊弄，现在不行了。现在瑞宝辉宝说室外园区也有他们的一份。不过对于姐妹俩下班回家的工作，还得让爷爷们来。爱宝今天一到下班点就回家了，提前比姐妹俩回去一会儿，也能独自享受一会儿清静。而姐妹俩则在园区根本不想回去，江爷爷只能来园区理火，因为圣希阿姨在通道门口都快哑了。江爷爷来到园区后，先是给小滑梯上的辉宝哄了下来，一旁的瑞宝坐在小树上，仰头看着爷爷和妹妹。瑞宝的小心思细腻着呢，虽然瑞宝小，但瑞宝什么都懂。看到爷爷只跟妹妹玩不跟自己玩，指定是又吃醋了。不过辉宝这里从小滑梯上下来后，并没有跟上爷爷，而是爬到小树上找姐姐去了。现在瑞宝辉宝下班又成问题了。此时爱宝在室外玩完，正准备带着姐妹俩回室内，走到门口发现还少了一只，又掉头走了回去。现在爱宝的任务就是给姐妹俩一只不落的全带回去。今天爱宝出门时嘱咐了姐妹俩要听自己的话，让其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松到处玩耍，什么时候不能乱跑，要紧跟着妈妈，跟着大部队。爱宝给另一只带上后掉头走了回来。辉宝让妈妈和姐姐走前面，自己负责断后。这一家三口真是越来越有画面感了。瑞宝辉宝在室外开心的同时，两个爷爷时隔半年再次来到了望福石上。不过望的不再是福，而是瑞和辉。两个爷爷轮班，135江爷爷来，246老宋头来。姐妹俩整齐的回家后，江爷爷又偷偷来到园区，悄悄观察了一下姐妹俩。姐妹俩在室外属实玩累了，回到家后就爬到树上睡觉去了。但爱宝这里好像没有逛好，因为爱宝在室外大部分的精力都用来带娃看孩子了，自己没有得到充足的放松。爱宝又来园区来回转了数圈，爱宝转了几圈后又饿了，来到了小亭子上，给瑞宝辉宝树上竹子抽了几根下来，给自己垫了垫肚子。这时马上就要到下班点了，所以爷爷们还没有再次来给爱宝放新竹子。爱宝吃完竹子后，很快爷爷就给通道门打开了，爱宝走回了家。这是姐妹俩第一次独自去室外。爱宝回去后，江爷爷等不及的来到了园区，给姐妹俩检查身体，看看姐妹俩有没有在室外园区受伤。此时小滑梯上的辉宝心里对室外园区还是念念不忘的。辉宝看到爷爷走后，又想悄悄溜去室外园区，但通道门没开，加上门口比较黑，路都没走到头，辉宝就害怕的溜了回来。瑞宝这连续2天主动下班，都让老宋头有点不适应了。瑞宝这在通道门口站起来四处观察的样子，分明就是个小孩嘛，这让一旁的爱宝都看恍惚了，心想瑞宝怎么跟奶爸们一样2条腿走路了。今天下班点到了时，爱宝听到了外面引导员姨姨疏散游客的声音，一下子就坐了起来，然后分别看向了通道门口和奶爸门口。这时爱宝看到调皮的瑞宝在自己身后爬树的模样，这不让自己省心的样子，让爱宝更坚定了自己想回家的心。